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于波红。在爱情和婚姻当中，与其给我山盟海誓，不如陪我春夏秋冬。大家好，我是于寂静。爱情当中呢，要讲究平衡，过于主动和过于被动都是一种破坏，平衡才是更长久的。大家好，我是莎娜。婚姻的终极目标呢，就是将平凡的日子酝酿成醇厚的美酒。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好。大家好，我是曲伟。爱情可以闪婚，但日子不能闪躲。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来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吴先生35岁，来自山东，工人；潘女士32岁，来自山东，护士。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们之间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女方答应退还我10万块钱的彩礼，至今没有给我们兑现。我严重怀疑这笔钱是给他哥还债了。不能好好的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任何事情都是，而且太以自我为中心了。你与对方的父母关系如何？我与他父母的关系现在已经到了水火不容、互不言境地，都不太好。像他的话是因为钱和我们家闹掰了，那我的话就是因为他不作为，和父母呢之间就是干涉的太多，导致我的矛盾也很多。俩人现在是什么关系？我们俩现在是夫妻的关系。2017年结的婚，到现在也得有8年了，有2个孩子。老大是19年出生，老二是21年出生，一个快6岁了，一个快4岁了。一儿一女。我们俩的这个感觉最大的矛盾点啊，就是2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女方家庭不作为，导致的我们家里的一些矛盾陡升然后完了之后，第二方面就是我感觉我对象性格有点偏颇。一句话说得好，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但是在我对象这边来说，就是有理无理全部都能走遍天下。举个例子，我对象瞒着他的家里，还有瞒着我的家里，更瞒着我贷款2万元借到他的一个好朋友手里。他的好朋友说多长时间还，结果逾期了没有还，这个催债的打到我这儿，我才知道这个事情，而且这个朋友还是一位男性。后来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气不打一处来，本身自己就生活一地鸡毛，零余额，零存款，然后你还要贷款借给别人。这个时候我就是已经和他家里的这些已经断绝了关系了已经就是老死不相往来了。这个基础上然后现在的家庭状况就是我父母2个人，包括我和我对象，还有2个孩子，一家6口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后来我就把这个事情跟我爸妈说了我爸妈的最终的意思就是说，想看一下他的是什么意思。如果他能够把这个事情就是说能有一个坦诚的态度，能够认出来那我爸妈自己掏腰包要把这个钱给他还上通过开了个家庭会议，一看他那个态度就不认错嘛。他什么态度啊？无理要缴3分礼，认为就是说他这个朋友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朋友，从大学还是从高中，就是处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朋友，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那种态度。他觉得他做的对，一直就没有认错。后来我就听到我爸妈都火冒三丈了，不管了，我不能不管呀。但是我这个身边也没是零余额零存款呀，我只有厚着脸皮给他爸妈打电话，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也真是咬牙切齿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就说出来了。他的父母呢，最后通过他哥开车去上门管他这个朋友，把这个债给要回来了。最终把这个2万块钱的这个窟窿给堵上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对象呢，对于感情的事情过于敏感。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上班的时候也比较无聊，生活也就是2点一线的这个生活。然后咱们各位也是经常能接到这个保险公司能打来的电话，就无非目的就是想让你买保险。然后我平常有事儿可能也就挂了，但是我呢可能就感觉自己就是本来就很无聊嘛。怎么了？他忽悠我买保险，我忽悠他买理财，就是扯一扯。然后这种事情就放在我对象的耳朵里之后，他好像就觉得我和一个女生打电话，然后完了之后就要吃醋吧。这个我也能理解但是我觉得不太至于哈。我现在需要听一下女方的回应。
当时年龄比较小嘛，然后我是那种就是比较重感情的，然后当时朋友关系很好，而且当时我确实手里没有钱，他的工资从结婚之后可以说没有交给过我，所以我觉得就把这个戒心就放掉了。明白明白。好，第二件事儿，他说他觉得你的性格偏激。偏激吗？为什么事出都有因呐？啊，你之前干过多少什么样的事儿？难道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你自己，你跟一个卖保险的，你是跟他聊，但是你聊的话里话外，有些东西是不应该聊的吧？他以前跟我谈恋爱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比如说像我之前刚去到他那边，我是没有订婚，没有任何身份的，我到了他的工作的地方，我去找了一份工作，然后我们当时是租房子。然后因为他的工作是有夜班的，所以夜班他回不来。我有一次晚上给他打电话，11点多了，我说你在干嘛？他就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就是如果在室外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咬手指，然后往外吐那种声音，就是你做什么动作我太清楚你这是在哪儿了。然后呢，他就撒谎跟我说他在他另外一个同事的宿舍里面还看电视，怎么样。我当时不太信任，然后他还让他另外一个同事接电话了。那你都接电话了，我能说啥呀？我啥也别说了呗。顶多就可能理解成为就是你们在宿舍楼外面可能聊天啊或者玩啊怎么着的呗。结果第二天我们包括他那个同事，包括他，我们就一块儿去玩的时候，他的2个同事说漏嘴了。头天晚上干啥去了？没上班，上酒吧了。在恋爱期间呢，从一个小软件上加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女生的信息，联系方式。甚至见了那个女生的面，去了那个女生的宿舍，回来之后还跟我讲，然后我就觉得遭到了背叛。就这事儿过2、3天吧，我就给他电话，我说这样吧，我说咱俩谈对象，我说你认了个妹妹，我虽然没跟你结婚，但是也是你女朋友，对吗？我说我作为一个准嫂子身份，我请她吃个饭。我说这姑娘如果跟你没意思，那怎么着也跟我们能处好这个朋友关系嘛。但是她吃完饭之后，再过了1、2个月之后，我再问她，我说那姑娘还跟你有联系吗？没有了。这什么意思呢？但凡这人对你没想法，他为什么不跟你联系啊？你的判断是这姑娘是有意思的，但是见过了你之后就打退堂鼓了，对吧？对，还有其他的事儿吗？其实这些小事太多了，我觉得没必要。就是说这些事情，种种的这些事情，让我对他在这一块没有那么的信任，所以我才会去查他。说白了，有信任的基石其实已经不稳了。对，我其实憋了好长时间了。刚才你说那句话真的震惊到我了。说什么和岳父岳母他们一家子老死不相往来，而且是咬牙切齿。对，你们2个人断绝关系，你们2个人结婚8年，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怎么说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2个谈对象的时候，就是要到结婚这一步了嘛，肯定是要2家去商量结婚的这个问题，包括彩礼，包括这些东西的。当时找了一个媒人。就是因为毕竟在一个地方嘛，那找了一个媒人去讲亲，但是可能这个媒人也做的，反正就是讲的也不太好，然后也没问出来这个钱数。但是在之前他去我家的时候，就是有可能透露过就是大概的数或者怎么着的。
他自己心里面也记下了，甚至那时候吧，我妈可能也透露一些，就是说，哎，你要对我姑娘不好，怎么样这些话，就是他都记在心里面了。就是我不知道他回去有没有跟他妈妈讲，反正就是这些话他都记在心里面，他就觉得我家就是对他有意见，意见非常大。第一次他父母上我家门的时候呢，就是带着5万块钱现金去的我家，当时我妈问了一嘴，这个是什么钱？然后当时说了一句，这个是彩礼钱。然后但是在这个整体的过程当中，就是没有提及到这个彩礼是彩礼，5金是5金，就是没有分开讲。然后我爸妈吧，就是也没有主动提，他父母也没有主动提，就是这个事儿，就咱说不好听点吧，就有点稀里糊涂的就这么定了。然后呢，晚上回去之后，他就开始给我发信息，他说：“你看，钱也给你家拿过去了，咱拿着钱买5金一钻吧。”我一听，我说这事儿不对呀，我说怎么啥也没说？我说啥意思？你这5万块钱你娶我，你想全包括，是不是有点？我觉得有点离谱啊。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不行，我说这事儿没说好，我说实在不行，咱就把这钱拿回去，我说让我们爸妈就再重新谈吧。就这事儿就没同意。后来这事儿就是一直有点拖不下去了。然后我俩也就当时也有点其他矛盾，我当时就从青岛回了我老家了。再后来就是。反正就是后来我又回去了，就是拿东西的时候，他又左求右求，反正就是那意思。咱就说最后多少钱的彩礼？5万块钱彩礼，5金一钻，他拿他自己的工资买的，大概在2万多，不到3万块钱。然后改口费1万1，然后加上婚礼上当时的2方的这个改口费，一方各2万块钱。就这些钱。我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们家条件好吗？工薪阶层吧，就大家都这样。然后在彩礼谈之前，是房跟车都是男方家准备的，是吗？他们家准备的，已经都准备好了。车是后来我俩结婚以后买的，房子是他家准备的，但是是写他自己的名字，跟我没有关系，属于他婚前财产。就是到我家手里的就是5万块钱，然后五金一钻在我这儿嘛。然后呢，我妈当时答应他把这个钱，就是说你看钱先在我这儿留着。回头你们到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再把这钱给你们拿出来。到后来我生完我闺女之后，我对象觉得就是2个孩子嘛，有点负担大，他想着把这个钱拿回来，他就跟我妈张口要了，我妈没给。刚开始我爸妈带着我去他家，就是谈这门婚事的时候，然后说这个彩礼就是给到你家，然后他妈说就是说，哎，这个钱呢都是给孩子的，这个钱我先暂存在我那儿。后来呢，就是他把我叫到他家去吃饭，他有个哥哥。他哥哥是在外面做生意的，后来生意也是负债了，欠了有7、80个。然后吃完饭就告诉我说：“你看，小吴啊，进了咱家门了，也都是一家人了。你说就是说你哥哥的事情，也就是你的事情。”我一寻思想，完了，这钱肯定是要不回来了。我也是没张嘴要，就是心里有他的想法，有那么想法，我别没要着这钱，我再搭点钱，是这意思。有这么个想法，但是我这个人比较大咧，我就也是就过了。这5万块钱，丈母娘到现在都没有给，对吧？来，姑娘，你跟我说为什么不给？我妈其实就想给我留份保障，她觉得这个钱是补贴你哥哥了，是这样吗？我也不知道，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说实话你也不知道。好的，那就因为这5万块钱，你就跟人家娘家人老死不相往来了吗？不是，后面还有事儿是吧？之前这个事儿，它就算是一个坎儿了。然后完了之后，因为他生完孩子之后，这个也没有工作，他哥哥说。想给他开个店儿，他哥出人脉，也出点钱，然后我就义无反顾的，我俩一人带3万，总共6万块钱给这个大舅哥了。大舅哥承诺了，就是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事情要办不成的话，我把这个钱退给你们。这6万块钱拿出去了，就是再要也没有任何的音信了。那这店开起来了吗？没有，一点眉目都没有。然后完了之后，我把这个事情，我要还贷款呢，可能我又还不上了，我只有跟父母说了。父母，然后把这个事情就是给我们家族的人也都说了。这个事情一看，那显而易见，那有可能这小子就是欠了那么多钱，把你们的钱骗了，回去给赌他自己动口了。家里人是这么意见。这个事情确实是没法说，因为当时不是说他自己的，还有其他人，就说那个钱应该是给到了另外一个人，然后这个人没有，到最后就找不到这个人了。但是有一个迷信了，很明确了啊，就是你大舅哥带着你一块儿去投资一个项目，结果呢被骗了，对，是吗？相当于是骗了20万。所以现在我们界定一个事实啊，这次你怎么定义这6万块钱是借款还是投资？算是投资。好的。有投资协议吗？没有，口头的，对吧？
但是大舅哥有一个感情上的一种安慰，说如果赔了我给你这钱，是吧？对。现在大舅哥欠着钱呢，是吧？对。他没有能力给你，那是一个感情上的事儿，但这事实我们不能去否认掉。对，这是一次投资，因为投资是有风险的，对吗？对。所以这件事儿也成为了你们俩心里面的一个坎儿，对吧？对。也成为你跟他们家心里的一个心结，觉得被大舅哥骗了。对。那至此有没有绝交？还有呢，不是也因为这2件事情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啊？就是因为2个孩子出生了之后，孩子呢我们要上班，工作比较忙，孩子呢需要照顾，然后完了之后，双方老人呢可能就要出于一个帮忙，给照顾这个孩子，2方进行协商。他家里就是说一些原因吧，乱七八糟的一些原因，身体不好啊，还有这还有那，就不来照顾。也就是说，导致我父母从孩子出生一直到现在的5岁快6岁这个年龄段，都是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一直在照顾孩子。家里有事儿啊，都是尽量往外推，都回不去。街坊那些叔叔阿姨就是说，哎呀，你那个亲家呀，真悠哉，这俩孩子也不跟你们换，也不给你们搭把手，天天穿着个貂皮大衣，在小区里面晃来晃去，显得自己家都有钱，悠哉要可闲了。我觉得他没有正视，他就从别人嘴里去听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先放一边，就是说你爱穿什么貂皮大衣赚不赚的跟我没关系，但是事实来这6年来，这五六年来，你没来照顾孩子一眼，这是一件事儿。还有一件事就是，我感觉我媳妇儿嫁过来，就真的是那种嫁出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当她生孩子的时候，她给她爸妈打电话说：“爸妈，你过来看我一眼吧。你要是不来看我一眼，我万一生死了，你可能来看都看不了。”就这话，这个老丈人还有丈母娘才来，看到孩子平稳着陆了，他这边有月嫂能照顾了，拍拍屁股又走人了。我生老大的时候，我妈是主动来的，一家子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本身就有矛盾的基础在里面，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我生孩子的时候，就是我妈可能也看不太上眼她的一些事情，然后再加上她做女婿的，她也没有做到位，所以说大家都有矛盾，那时候就不愿意来给我看孩子。再加上就是我不是有哥哥嘛，我哥哥到现在都没有结婚，所以他们的想法后来是我知道的，觉得我有2个孩子，那你现在结婚有孩子，我先帮你带孩子，以后儿子的媳妇儿如果说我帮了到岁数了带不了了，那人家不也有意见吗？所以那我干脆就都不带了。还有就是我父母年龄也大了，身体也有样了，需要做检查，需要去看病，去北京。就这样的情况下，我家老人去恳求他家老人来我家照顾几天孩子，这都义无反顾的说不来。哎，太牛了。姑娘，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事儿，你心里对自己的父母有一点怨言？有，你其实也不舒服的是吧？对，我心里也不舒服的，因为我爸爸妈妈帮不上我什么，我可能会很难受。那你老公说跟你爸妈跟你们全家人老死不相往来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们2个人的感情啊，或者说对你们的婚姻有影响吗？肯定有啊，就是我们会有疙瘩，就是我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无能为力。那5万块钱彩礼是在你母亲的手里拿着呢？我不知道，现在还在问。其实你要说他拿不出来这个钱吗？肯定能拿出来。你要过吗？我张口过，但是我妈不想，就是一下全给我或怎么样的。你跟公婆是不是关系也不好？对，因为这些事情，他们家对我们家意见特别大，所以就把这个问题发泄在我身上。这能想象得到。我刚生完儿子，我在家里带着孩子，我没有工作。我是因为我丢掉了我3甲医院的工作，我是有留在3甲医院的机会的，但是我因为我放弃了。然后我跟着他来到青岛之后，我是没有工作的，在家里面带孩子。然后我都已经生完孩子了，他母亲当时聊天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我就想让我儿子找个青岛本地的，为什么呢？因为青岛本地的拆迁户啊，又是本地的呀，然后就能照顾呀。”就是各个方面吧，当时我的心里面就是这么想，我说我都给你家生孩子了，为什么你要跟我说这种话呢？这是吵架说出来的？没有吵架，只是平时聊天的时候你不在家，你就不要去讲这个事情，你不知道。然后我当时就说了一句，我说妈，我怎么感觉你说话有点不尊重人？但当时给我回了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你在我这儿找尊重呢？我为什么得不到尊重？难道就因为我们家做的不够好？
你现在有工作吗？我现在有啊。你现在有工作？我现在就是回到了我本职，又继续当护士了，是吗？也在青岛是吧？对。你们2个人现在本身的感情怎么样？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大，可能就是一些小磕小绊的。在我看来，我是希望我从一开始就是希望我们能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空间。为什么没有跟公婆分开住呢？中间分开过1年，然后后来又回来了。不是结婚的时候买房子了吗？但是房子是公公婆婆的呀。我问个问题，是为了你们俩结婚换了一套大的共住，还是你父母本身现在有一套房，然后为你俩结婚又买了一套房？没有，我们都是从外地，因为我的工作比较稳定，所以定居在青岛，就1套房。哦，你爸妈也不是青岛人，最后对对对，你妈还说去想找个青岛本地的，我以为你们家也是青岛的呢。所以今天你俩来到我们的节目，你们需要我们怎么帮你们？你们想要调解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2个很多东西，我感觉就是我说的东西，我不知道他真的有没有听进去，或想怎么样解决，可能他也有他的顾虑。那很多时候我和他说，或者他和我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不能很好的站在对方去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听一听第3方的声音，去跟我们讲一讲我们各自的问题。再就是他动手这个事儿，我要有个态度。动手？打你啊？对。他总是说我把他激怒了，他动的手。家暴没有理由的，这怎么家暴的？您能说吗？就是他把我们2个在争执的过程当中，他已经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了。然后他当时踢的我就是这半边的，就是包括屁股，把我腿都已经青了，都一个多星期。动过几次手？其实以前的时候小的无所谓了，就这次是比较大的。什么叫小的无所谓了？大小有多少次？你是医务人员，你自己知道伤害有几次？我不太想计较以前，我就想计较这一次。你们俩有没有想过分开？我想过。你想过？男生想过吗？没有。来吧，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的建议。来，于老师。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问题。哎呀，打死也不和
双方的关系。就这些事儿一桩桩、一件件摆在这儿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这日子是怎么过下来的。我最大的一个疑问是，你们怎么要结婚呢？婚前就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了，怎么还能要？所以我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你们真的分开放过彼此，这是一段孽缘。放过彼此，可能是对彼此最好的一种解脱。为什么当年要结婚？这个可能有冲动啊，这个有爱情的因素啊，这个咱们就不提了。我的角度就是，双方父母在你们这段婚姻里完全没有起任何好作用。哪怕你们来说，父母帮我看孩子呀，父母如何怎么着，我觉得首当其冲就是双方父母都没有起好作用。先说这彩礼这事儿啊，这多与少，每个地方还有每个家庭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身边大部分的朋友，你看，只是我个人觉得，我身边大部分朋友都是彩礼要多要少，都不是父母拿走。都是要的再多，都是给新婚小两口一个新家庭的启动资金。对，并不是上来张嘴就说，我觉得你老公不靠谱，我把钱留在手上给你留后路。他唯一一个最大的逻辑 bug 就是，我觉得你老公不靠谱，那我为什么要答应把闺女嫁给他？再说这个男同志，确实，我一个老爷们儿，我看你，我牙根儿都痒。你太不是个爷们儿了，而且你特别骄傲。你骄傲在哪儿？你的父母为了你落户到青岛，你的媳妇儿为了你辞去工作落户到青岛，就等于是所有的家庭的成员都在围绕你而生活。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你没有控制好情绪，没有处理好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好问题，导致今天一步一步走向不可调和。我甚至反过来说，我这话太难听了，就是你的母亲能说出来，当年给你找一青岛的拆迁户好了，这就等于你父母支持你这套理论，老死不相往来就老死不相往来了。那这个父母也有问题，这就是我刚才最开始说的话，双方父母根本就没起好作用啊。现在是让你想办法，让你们俩人从这个双方家庭完全割裂出来，两个人重新过日子。是的，我就是想这样，重新试一试，不是说永远不在一块儿。万一两个人在单独生活的过程当中，这边说，哎呀，你爸妈也不容易，行，我尝试着改改，反正现在也淡淡的了，这事儿也淡化了。你这边也是。这种才是处理问题的起始。你把所有东西都归结为钱，但凡能过一辈子的，靠的绝不是那算得清楚的钱，靠的是那个算
各位老师的意见啊，就他动手的这个行为，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道歉的机会啊？就是正式的有一个态度对自己的老婆。必须的。但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的说，动手这件事儿就是0和100次的区别。所以我个人的视角是，但凡发生过动手，这就没有其他可以再说的事儿了。是这个事儿就是顶了天儿了。今天既然这个事儿说出来了，来到我们的节目了，我觉得这必须要有个说法，先生。老师说的对，即使这个事情就是再有理，一旦动手，这个事情就变得没理了。这个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认错。您对着你的妻子认错。我相信我对于以后我的这个所作所为绝对改。我为我之前的动手行为表示道歉，甚至给你下跪磕个头。错了。我会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我是一个男人，我有担当。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相信我，我能做到。我们看到了男生的一些态度，但是我有必要提醒一下，当一个人情绪极端化的话，可能我这个时候对你好的时候，我表现得出来全都是爱，但也正是因为一体两面，他有如此极端的情绪，所以才会做出那些动手的行为。我觉得这个于基静老师，您来从心理学的角度给大家分析这件事，可能更合理一些。对，人在情绪状态下，其实意识是狭窄的，然后判断也是这个容易有误的。所以通过刚才这个冲动行为呢，好像感觉有认错，但是我希望是发自内心的。这个冲动行为有可能体现在打你的时候，对，类似吧；骂你的时候类似吧；老死不相往来的时候类似吧。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但是不希望用这样冲动的方式来去处理事情，尽量平和。但是不管怎么样，问题是要解决的。你们两个人到底该怎么办，也只能自己做选择。我们再怎么着，也只是旁观者。希望老师们跟你们说的一些话，能对你们有一些启示，好不好？请我们两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杨先生40岁，来自重庆，销售；张女士42岁，来自重庆，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现在每天都在害怕什么？我想和他快点结婚，但是他不愿意。我很害怕他再跟前妻复合。我们都还有很多的债务，我不想现在就谈结婚的事情，对谁都不好。我觉得一点都不冲突，我们可以共同奋斗，一起赚钱还债，再攒钱买房结婚，但是他不认可。我前几年经历了人生中的各种打击，现在刚刚有点起色，我不想这么快决定我们的未来。你们两个人现在的
前一段婚姻是为什么分开？因为负债的原因嘛。也是因为负债的原因分开的。对，然后家里面人嘛，就是不理解嘛，就觉得我负债了，好像就在整个本来是一个好的家庭，后面因为这个负债就拖累了一个家庭嘛，然后就选择离婚了。您有几个孩子在上一段婚姻当中？3个孩子，2个女孩，1个男孩，3个孩子跟着我前夫。那债务是共同的还是都是你们个人的呀？个人的。个人的，您也是个人吗？对，就跟前妻没有关系。对。你们2个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的？我们就是因为负债了，然后走着另外一家公司一起上班，后面就这样认识。那现在你们2个人还债还的咋样了？现在还没有赚到更多钱，还没有还完债。也就其实2个人都在人生比较低谷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跟自己经历相似的人，然后就想要抱团取暖，是这意思吧？是的。那今天为什么来咱们爱情保卫战了呢？因为我想跟他快点结婚。他现在他觉得还没有赚到钱，他就不想给我结婚嘛，就是说等他赚完钱过后再来一起结婚。但是我现在就是想，不管他赚到钱，我都想我们先结婚，然后我们共同努力嘛，一起来赚这个钱嘛，还债。男士怎么想的呀？因为就是说上一段婚姻嘛，可能也是因为钱的一些事情，所以说有了这样的经历，就是说也不轻而易举的，就是去扯这个结婚证嘛，感觉也是自己也是第2次婚姻了。然后再加上一个，我小的时候呢，父母也离过婚，那时候就给自己下的决心，自己肯定一生是不会离婚的，但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个婚姻的一个失败。那您这个债务，您觉得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偿还清楚呢？给自己定个目标，2年3年吧。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您是2、3年之内是还完自己的债务，还是2个人所有的债务2个人都轻松了才会考虑结婚，还是先考虑您自己的这个债务？至少就是说有1个月有固定的一个稳定收入，才可以就是说谈结婚的事儿嘛。你希望啥时候结婚？其实我的预计目标就是想今年。他说得2、3年呢，那咋办呢？你愿意等吗？而且他2、3年以后还要有稳定的收入。只要他坚定嘛，我还是愿意等他嘛。你们俩的感情怎么样啊？在交往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些磕磕绊绊的。其实我还是有一种顾虑，怕他以后赚了钱回到他前妻身边嘛。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害怕？我觉得他这个人心很软，有可能为了孩子他会回去。但这里我一直有个疑问，虽然生意失败了，感情破裂了，但你毕竟是母亲，有3个孩子，当时离婚的时候怎么忍心把3个孩子都留给了前夫，您1个人出来了？其实我也不忍心啊，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必须要去工作赚钱呐，赚钱为自己的这个债务买单嘛。所以说我不想拖累孩子，在未来的3年把这个债务还清，然后把孩子接在我身边。那您那边也要把孩子接过来吗？是的。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一般啊，就是常规情况下，夫妻2人有债务的话，2个人如果感情稳定的话，会尤其有孩子以后啊，可能会尝试一块儿共同努力去还这个债务。那您选择跟前妻分开是只是几种倾向啊？您是因为说怕孩子受影响啊，还是说这个我这边背大头，他那边好还，然后娘儿俩好好过呀？还是说你们夫妻因为债务感情不好啊？就是您是因为什么原因最后分开的呢？就是我是不安于现状那样的，就是说从小可能家里穷，就像打拼，就像赚到钱那样的。但是我前妻的话就是说，喜欢稳定的一个生活，所以说这个观念呢达不到一致。就那时候我已经负债了，但是我也相信，这一定要再站起来那样的。但他不相信了嘛，可能就是不相信我了那样的嘛。俩人追求的生活不一样，理念不同，理念不同。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会解读成你是对他们母女的保护才离的婚，其实是感情破裂了。你俩的理念相同吗？他的理念相同。你俩都是那种
需要折腾的，对吧？对，而且都不甘心的，是吧？是的。但2个人折腾，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呀、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呢？现在什么都没有，还能失败什么？只要人在，我觉得一切都可以。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所以，女士，是的你也是这样认为的，是吗？是的，因为我这个人从小就是喜欢去挑战，就不喜欢安于现状那种，就想过上，别人都拥有的生活，我也想跟孩子有这种拥有好的生活，好高品质的生活。但是我就是，不停的去折腾嘛，我就是不喜欢去，比如去，一个月2、3千块钱的那种的话，确实是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你能告诉我一下，你大概投资失败了多少钱吗？我投资外汇嘛，100多万嘛。您跟前夫分开，也是理念不合吗？是的，因为我们前夫的话，他就喜欢就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呢安于现状，就是说在家里面哪怕有一个月有个3000、5000，他觉得知足。但是我觉得这种的话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都是因为感情破裂了嘛。那你们2个人哈，你看之前都投资失败了，那现在会不会比如说就稍微谨慎一点？咱们就如果未来以后我们稍微选择不太激进的方式，对吧？我们如果2个人在一起，你俩会不会协商一下这个问题？还是说你们依然永葆初心？我们也考虑过很多问题，就是说你不找一个自己，就是说来钱更快的方式的话，我觉得我们在说白了，在几10年过后，有可能我们的债务真的是还不了，因为就是想，因为通过这些金融方面的东西，真的是来钱要快一点，然后我们的债务又快一点还完，然后我就想早一点结婚，对自己的生活就踏实一点。但是他一直在坚持要把债务还完，赚到更多钱再来结婚，但是我就不想，我就想我现在要结婚。我明白了，他们其实2个人的差异是在这里。男士呢认为我们2个人分头各自的去努力去拼搏，我们去还债，我们去赚钱。但是女士呢，她认为我们2个人先结婚，然后我们共同的去努力的去还债，去赚钱。不是，是吧？不是，刚才女士说了，有一个危险的信号出现了，前妻。女士会觉得等你赚完钱了，你就会回到前妻那里了，这是她的危机。所以原先的共同目标在这里突然产生了分歧，是还是不是？是。咱把前妻这事儿好好说说吧。其实我对小孩的关心比较少啊，所以说跟前妻见面的可能都1年都数不出来2次3次的。刚才我听完，我觉得就是您2位对于前任都是因为理念不合，2位可能更合一些。所以2位走到了一块儿，按理说理念不合，那2个人就不会再有，没可能了，没可能。您应该怕是他把债务还完，人家又找一个，那您怎么会想到他会跟前妻复合呢？虽然他跟他前妻理念是有一些不同，但是万一他几年过后赚到钱，他的想法又不一样，是万一他觉得为了孩子，还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然后呢，他是不是要跟他前妻复合？然后我这边为他这几年的这种付出嘛，我也觉得那我问一个，白费了。对。他没有具体的事儿，曲总没有确定没有具体的事儿，就他就是凭空的害怕，想象的。对，他就是觉得以他对这个男士的了解，他会为了孩子再复婚的。那其实今天事儿很简单嘛，就一个要结婚，一个不结婚，然后问我们怎么办，对吧？然后现在2个人都其实属于人生的低谷，在努力向上挣扎奋斗的过程当中，然后你就需要赶紧结婚，然后2人一起奋斗。但另外一个就先生，您就确定就是不同意是吧？就是稍微自己就是说咱俩嘛，1个月有多少的稳定收入了，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先结的，对不对？就是可以理解成债务是2一位，2个人先有稳定收入，然后每个月有一定的钱财去还债务，这就可以了，是吗？对。你们现在是没有稳定的收入是吧？就是感觉自己对自己的或者说要求太高收入还是有的，就是说或许还能达不到我们一个预期的一个值嘛。你们爱对方吗？爱呀。爱。那我吹毛求疵一下，女方你觉得在爱这方面对她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在钱方面不透明，
因为他赚的钱他也没交给我，我也不知道他赚了多少钱。然后呢，那先生，你女朋友的钱对你透明公开吗？其实这个点儿，我赚多少钱他是透明的，只能说没有交给他，他就喜欢掌控经济嘛。其实我赚多少钱，他是心里面是有数的，是吗？有数吗？只是你不愿意交给他。啊，这么着吧，你说我问你，每个月他给前妻那边多少钱，你知道吗？反正我之前听他说过，好像每个月给1000多吧。你听他说，你自己确认这个信息吗？我没有看到这个信息。那先生，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其实有这近段时间都还没有给，知道吧？不好意思说出口。那你觉得他担心的那种情况在未来有可能发生吗？你为了女儿想给她一个完整的家，你就跟前妻去复合了？不会发生，不会发生。因为前妻那边他有他的一个家庭了，现在。哦，他有他的家庭啦。对。那你还担心什么呢？你担心啥呀？那还？你担心前妻离婚再回来找他？来吧，我们听听各位老师对你们两个人现在的这个情况啊，有什么好的建议？来，于老师。一个心被伤过的人，他往往是不会轻易相信新找到的那个伴侣的。你们当然充满着对自己未来的这一种期许，两个人不约而同，不愿意为5斗米折腰，我们坚决不打工，我们就是要在生意场上哪里跌倒哪里爬起。这只能是一种梦想和期待，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在感情生活当中作为一个筹码的吗？不可能呀。所以你们之间相互就在画饼。所以今天很简单，明明白白的回答自己这一个问题：愿不愿意在近期走进婚姻？如果不愿意，愿不愿意以恋人相处？愿不愿意看不到感情的未来，我们一拍两散？所以任何事情4个字：脚踏实地。感情也是，生意也是，人生也是。两个人的这个投资理念好像很相似。我想这个节目不是谈这个的，但是它是生活当中的很重要的部分。我在想，你们现在只是谈而已，你们现在手里没有资，投什么呀？只是去还债而已。假如现在你们手头有钱了，这边有500万了，那边有1000万了，你们的投资意向、价值观能一致吗？如果两个人在这个地方产生分歧，这个会怎么样？另外两个人以这种急功近利甚至投资的意识，会不会让这个家又败坏了？所以这个是仅供你们要去参考的。前车之鉴呐，任何事情的发生要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考。还有就是男方的这种对于婚姻，你现在也是一种投资，对吧？等你有了这个收入了，然后到什么程度了，才能去结婚。这就意味着你的价值观里面，你对于投资的这种倾向性和执着性远远高于婚姻，高于生活。所以这就让女方产生了不安全感，说也说不清楚。所以恰恰男方的不说没问题是最大的问题。那么如果你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敞开了心怀，开诚布公的去达成共识，我觉得还是能走在一块儿的。哎，我个人就觉得不是应不应该结婚，能不能结婚，就你俩现在没资格结婚。我说的就最简单的一点，我们抛开你们2个人不说，你俩现在都是各自有孩子，然后你们又有负债，就是你们现在人生目标，我说的不好听点，就怎么能有时间谈恋爱呢？所以我就觉得你们2个人现在这个时机点不对。另外，从你们2个人的情感上来说，你们也不具备结婚的条件。为什么？第一，2个人没有任何的信任；第二，这么快速的要求和对方结婚，如果你是20多岁的小姑娘，没有经历过婚姻，好，我没有安全感，我需要那张纸来给我证明。您都41岁了，有过3个孩子，经历过1次婚姻，还要那张纸来证明安全感，那不是你一样离了吗？那张纸它有用吗？它没有用啊。所以我觉得你们不具备结婚的资格和条件。
你们也不够结婚的那个成熟，你们没有那个能力去处理，既要把自己的债务还清，又能理清好2个人的关系，还能有其余的时间，还要把3个孩子都接到一起，你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所以我建议，如果你们现在是抱团取暖、谈恋爱的状态，那就维持吧。我从最基础的来看啊，就是2位最开始走到一块儿的原因，就是因为2个人在投资理念，甚至可以说对待事物的看法是相近的，才走在一块儿的。那我的视角里看，就是2位做了正确的事情，就是在投资失败的这个漩涡当中，2位把自己的孩子跟前任全部送离了这个投资漩涡里。2位还在里边苦苦的挣扎，你们俩现在结婚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我能切身的感受到，女士是想赶紧还完债，然后进入一段稳定的生活当中，从而有一个保障。我说的没有错吧？但是您考虑过一个问题没有？刚才2位都说了，2人领完证结婚还完债务之后，第一件事不是考虑未来的生活，是把之前的孩子都接过来一块儿生活。我说的没错吧？如果领完证结了婚之后，孩子们都在身边了，这会儿想投资，再次打破这个平衡生活的时候，您是什么立场啊？如果这些东西没考虑到，2个人达不到一个共识，以后我这辈子就欠这些钱了，还完之后我就想稳定，好好过日子，然后找个地儿打工上班挣钱了，2个人都能达到这一点，那我不发表什么言论。但是现在明眼看2位都不是能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一旦把负债都解决了，2位还是得想办法让自己往前冲一步。那何谈的安全感，何谈的稳定？那如果是这样的结果，2位还不如把孩子继续留在前任那儿。这一切都是建立在2个人能谈好的情况下。那么现在反映出的问题是，2位彼此之间也不是很信任。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2位感情基础是在同病相怜的情况下相识相知走在一块儿的，所以打头就不是纯信任走在一块儿，是抱团取暖走过来的。所以最核心的问题是，如果对未来的规划2位没有一个共识，还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我们以后要走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我不建议2位现在就把自己通过一个结婚证拴得这么死。我觉得2位的感情不是败给现实。到底该何去何从？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金运 App 天线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揭晓第一组嘉宾的结果。3、2、1，请开门。不出意外，这一对还会出来。他肯定会出来。当然，愿意改是他的权利。我
恳请男士啊，男生，我真的是为你好，因为我理解，由爱生恨，没有爱哪来的恨？我非常理解你内心对于你老婆的这种爱，这么多年的情感，但是正是因为这些复杂的东西，在你心中可能确实有很多的恨。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请你告诉我们节目组，我们可以帮你找一个非常好的心理咨询师，去帮你做一些心理的疏解和开导，有助于你们夫妻2个人以及未来你们一家4口你们的日子。否则的话，你这样的情绪传递给孩子，我真的很担心。我也很担心你老婆，我也知道你的有一些行为可能不是出于本意，但是它确实对你老婆造成了伤害。我也害怕有一天，如果你一旦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继续对老婆造成伤害，那是我们大家都不想看到的，好吗？另外，这位丈夫最后和您说句话：没有深仇大恨，何必怀恨在心？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夫妻2人，一起进入浪漫30秒。我会在接下来的生活和日子里，做出一些改变。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今天听了各位良师的这个忠言，我内心真正的也是认识到自己的哪一方面的错误与不足，我会针对我自己的不足与错误做出改正。我还是为我的这个家庭2个孩子承担起来一切。好，请亮灯。对，我特别想跟这男生说啊，男人未必他是阳刚，我们未必解决所有的事情都要硬碰硬，反而真正有力量感的男人，他不会用夸张极致的手段去对抗那些困难，反而会更柔和，反而会更韧性更强的去解决问题。如果有的时候这个矛盾呢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妨退一步，好不好？好，好，谢谢你们啊，祝你们生活幸福。谢谢老师。好，来这边，加油，男生加油。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我们第2组嘉宾的结果啊！3、2、1，请开门。他们还真会出来。第二组应该不会出来了吧？不会出来。是的。他们俩这次投资又失败了，爱情的投资是吧？是感情的投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好好的、认真的对待生活。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